你不觉得这些花儿不为了更好看了吗？小哥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真的完成了吗？这都不算完成了，那什么算完成了？虽然藏海花田烧毁了，但金秋虫还没出现，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了。走吧，老冯，跟我吃点好吃的去吧。啊，哟，还绑着呢，人缘够差的。哎，来吧，关键时刻还得看我胖爷啊。哎，回家了都。怎么样？是不是交到了一好朋友，患难的朋友？快点啊！走了，真真。Hans, it's over. You can leave now. No! Search the area again! There must be more flowers! 你们吵吧啊！ There's 不等你了。 nothing here. There's no Zanhai flower. There's no Yewang. Stop acting like a fool. Boss, there's something down there. 胖子， Over here! 他们好像又发现了什么。继续走， What this? 走了就没事了。走。 Over there! Here! See that? Look! Yeah. Blow this thing up! There's something underneath! No. Hey, what are you doing? What are you doing? Are you trying to kill us all? 好像有人捣蛋。真真，我跟你说，你别管他，什么事儿都跟你没关系。
没死，我被救了。这是哪儿？胖子。胖子。胖子，你好，哎，哎，你好，远处那个暴风你能看见吗？它非常危险。而且移动速度很快，马上就会到这里来。我们得赶紧打电话通知外面的人。可是我的手机在这里没有信号，你们这里有电话吗？无线电。你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Telephone, radio。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这里是隐沙洛。隐沙洛？隐沙洛不是已经被雪埋了吗？隐沙洛遭受了一次大的雪崩，后来就迁到这里了。这个地方是山的背面，我们一直生活在这里。那你们现在也要赶紧搬了，外面的风暴很厉害，你们必须让所有的人尽快撤离。他不是还没有来吗？为什么这么害怕？因为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要赶紧联系上外面的人，向他们寻求帮助。小伙子，这是天的事情，没有办法寻求人的帮助。来，把心静下，坐下。你的疑问，我已经解答了。我有问题要问你：张起灵为什么没有自己来？你知道张起灵啊？不用惊讶，这是山的另一边，一般人是无法过来的。所以是你们救了我，还有胖子。那其他人呢？我们的人在巡逻时听到动静，找到了你们。只是有些人呐，永远就回不来了。回来了，你会在这里见到他们。那是天地之间的事，你这小小的人心，再怎么担忧，也改变不了天地。但是张起灵可以，不是吗？张起灵，他的信念无比的非凡，和你不一样。但是他没有来。
因为他还有另外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要解决。他说有很严重的问题，那一定是比我这里的问题更严重，有更多的人需要他的帮助。所以这里的事情就由我替他来完成。我会帮助你们所有的人撤离出去。张起灵有朋友了，我还以为他永远不会交到朋友了。能交到朋友是件好事，谢谢你替他来。印丹，别那么没礼貌。我真的不知道你们怎么能做到这么平静。风暴马上就要到这里了。风暴已经产生，人怎能躲过风暴呢？来不及了。我们的祖先受过张家人的恩惠，我们许诺世世代代在这里守护藏海花田，不让外人进入。可是现在风暴来了，应该快点离开。阿莫，来，站起来，来把这个试试，往上提。阿莫，这袍子太长了。你长得快，要是太短了，你就只能穿半年。阿爸他们都在杀羊，要过年了吗？有一个大的节日，你可以吃羊耳朵。扎子尼莫，扎子尼莫。扎子尼莫是好运的意思。您听我说，现在藏海花田被烧了，所以暂时它的孢子不会再扩散开。我们要先躲开风暴，赶紧走，等风暴过去了再回来。有害的是金球的幼虫，而不是藏海花。幼虫寄生在花上，花只是把它传播出去。现在暴风来了，暴风本身不是危险，但它会把冰下的金球虫带到山的外边去，到时候会有更多的东西被感染，所以我们要留在这里解决这个风暴。我们这里没有电话信号，你快点收拾收拾，走吧，一会儿就来不及了。那你们呢？你们要去对付暴风，也都能安然无恙吗？人总是来来走走的。再见到张起灵的时候，告诉他，我们都很想念他。那么，张起灵的朋友，让银丹送你下山吧。事情因我们而起，我不走。事情没有解决之前，我不会走的。我不是请求你，你是一定要走的。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事了。那如果是张起灵呢？他要留下来，你们会强行让他走吗？我们不会，因为他是张起灵，他是最强的勇士，是我们影沙洛人最敬重的勇士。我不是最强的勇士，我是张起灵的朋友，我一定会留下来。小伙子，作为张起灵的朋友，已经够了不起了，不用再做最强勇士，你会很危险的。我知道，但这件事情因我们而起，我不会一走了之。还有是张起灵让我替他来完成这件事情的。您觉得张起灵会犯错误吗？你刚才的表情，像变了一个人。如果我要是死了，您告诉他，
我之前来过这里。哎，没想到首领居然让你留下来了。我很感谢他。少在这花言巧语。这次的风暴就是你们引起的，你凭什么对影沙洛人负责？古话说的是好听，但是我敢肯定，当面对暴风的时候，你一定是溜得最快的那个。你的朋友，我会送他们出去的，但是你要想清楚，我们只送一趟。小吴护士，小吴护士，你可算醒了。喝水。来，你离我近点，照顾照顾我啊。哎呀，不行，你别动。你要浇死我呀你！大嘴。还喝吗？不喝，蹭了蹭了，麻烦。还好吗？哎，这暴风真是厉害啊！感觉像是被抽了一大嘴巴。哎，咱们这赶上这抽风呢。还能开玩笑，那我就放心了，说明你状态还不错。我这状态真不错啊，心理状态嘛。胖子，我刚才和首领聊过了。聊什么啊？原来藏海花本身没有毒，是金球幼虫寄生在它的根上。我也烧了藏海花是为了杀掉寄生的金球幼虫呗。现在暴风马上就要来了，对吧？它会把金球带到山的外面去，会感染其他生物。那我就跟你商量个事儿。啊，别！我知道你跟我商量的肯定不是说现在咱马上回家这事儿。你是不是准备又要去打暴风了？我一听着外边乱哄哄的，那影沙洛人肯定要整事情了。你是不是趁着我昏迷的时候，出去跟人一聊怎么打暴风的事儿了？而且已经决定留下来跟他们战斗到底了，啊？我说的对不对吧？而且你觉得，那大概率肯定是死，所以你决定自个儿一个人打，让我走，是吧？默契还在啊。不能只我跟你有默契，你跟我没默契，这不是明摆着吗？我不会走，你还非得试试，这不是走面吗？胖子，这次对付暴风，我们下地那些身手和经验都派不上任何的用场。而且，你现在伤得这么重，肯定是不如一个成年的影沙洛男子。等一下影沙洛人就会送你下山，你就安全了。这次听我的，走吧，行吗？我给你活动一个，你看看我。哎你，哎呀！哎，对不起。哎，干什么呀？这是？你这不是假脸啊！我还以为你是张海克呢。你脑子是不是坏了？你都想什么呢？不是，这也太不像你了，说出这样的话，这不符合我们的哲学呀。那什么是我们的哲学呢？一起去送死，谈个好价钱。可这次没这个选项，我们的哲学该变了。你确实变了，胖爷我不会变，所以你更需要我陪在你身边了。再说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不会怪你的。你同不同意？你要不同意哈，我就闹啊！我就给你拖后腿。哎，别激动，好好养伤，赶紧把身体养好了。我得赶紧找一套老风去，等我回来再跟你商量，行吗？你别不管我呀。你拿我牛肉干干干嘛呀？马上就回来。那我咋办？你给我叫个护士来呗。
补血。来，给我吧。听说你要留下来和他们一起打暴风。你应该清楚，这群隐沙洛人是要去赴死的，你去也是死路一条。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废话？我已经决定留下来了。张起灵选女自有她的道理，你不能去赴死，你有更重要的使命要去完成。我之前学习你们文化的时候，总觉得你们的神话很喜欢夸张，没有想到这次这么诚实。夜王真的看不见，还有1000双眼睛。不过这样的夜王对我一点用都没有，我的研究方向全部搞错了。你呢？你一直都认为夜王是张海克骗你的，现在你终于看到了吧？什么感受？不可思议。老冯，我有事情需要你的帮助。我很贵的。之前我们签过合约，那300万我不要了。不过就那么一点点，请我可不够。你一年赚多少钱啊，老冯？有没有什么办法，不花钱可以雇到你？就这个。哎，你直接说，你需要我帮什么忙？我要去打暴风。会死吗？我的好运不在了，所以我一个人无法完成。我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忙，老冯。吴先生，你的好运气还在。虽然我的设备无法跟外面联络，但是最起码还能接受卫星信号。我们还有机会。总的来说，风暴之所以会形成，是因为汉斯炸了藏海洼田，地下巨大的热源大量上涌，导致冷热空气剧烈的对流，在大气中形成了气压差，然后形成了一个气旋，最终形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风暴。按照资料记载，用炸药破坏高空中的冷热粒子，把它们全都给打散，这样气流就不会形成。所以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不需要进入到风暴当中去，只需要把炸弹送到高空，然后引爆它？只可惜要达成这件事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你有核弹能穿透风暴。但是如果这么做，后果会比风暴更严重的。不对，老冯，你是不是已经有了方案？有的是有，但是你肯定不喜欢听。我的方案是会有牺牲的。
成功的百分比是多少？如果资料中的方案是 OK 的话，那就99%。你也知道这个世界上是没有100%的计划吧？跟我说你的方案。吴先生，你变了。你的方案。好，其实我们在这个情况下会考虑到一个问题：怎么用最少的牺牲来得到最大的胜利？所以，我会组织一个敢死队，让这个敢死队保护一队人，突破风暴，进入烽烟。只要有人能进入到这个位置，烽烟的位置是没有风的，那我有100种方式把这药送上去。以现在的风速，敢死队进入到风暴当中，那就意味着他们所有的人，他们会全部都死光了，但是其他人能活下来。需要多少人？最起码要20个人。20个人。勇士们，我们在这里等候多年的宿命，已经在天空中显现。今天是我们变成雄鹰的好日子。我们告别深爱的爱人，告别深爱的孩子。他们会在天空看到我们的影子会掠过大地，划过他们的脸颊，就如同我们仍旧在一起。怎么样啊？不用20个人，17个就够了。1、2、4，1、2、4，再往后来一点，再往后。好的，哥。再往后。好。再来。1、2、4。1、2、4，你往上刺谁呢？你能刺到谁啊？再来。知道了，哥。 1、2、4，1、2、4，1、2、4，不对，你手再往后放点儿，再来，1、2、4，1、2、4，对，再高一点。来，行，来，就这样，1、2，1、2，不对，你的手要再高一点点，1、2，对，就是这样，再来。 你哥去哪儿了？他回去了，他需要自己静一静。那你不走吗？再不走的话，可就走不了了。我能替一个，这里的影杀落人就能少去一个。 还债还是良心不安？
吴邪，你真把自己当成救世主了？你这么做，只是在自我感动。如果是想还你哥哥的债，你没必要这么做。你难道就没有执念吗？我有啊。那你明明知道那个是执念，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就是想承担点什么罢了。你不是也一样吗？过去这么多年，一直都替你哥哥承担着一切。如果还有以后的话，要学着对自己的生活负责。你要是这么说，我真的会走。走吧，不送啊。吴邪，你真的和其他人不太一样。我已经决定留下来了，不过我不是为了任何人，而是我想自己去承担这件事。听说你背着我偷偷选人了，怎么茬啊？真不带我玩了？翅膀硬了是吧？我这腿马上就好了。他走了，这名额总该给我了吧？最后一个名额都给你留好了。这还差不多，够意思啊！不过我跟你说，这尹沙诺人我真是佩服，是真不怕死啊！那乌泱乌泱的找我说要走后门加入咱这队伍，我说没门儿。我说你们这家里是没亲人是怎么着？有一个你还别说，那小媳妇还真挺漂亮。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身残志坚呢？啊？我胖爷是那种人吗？瞧你说的，你是没看见，他们家那孩子还没断奶呢，那小孩不能刚一出生就没爹吧？我说你不许去啊！你去了，你们家门前是非就多了。那么硬的汉子，哇就哭了，不像他们张家人，一点感情都没有。哼！尹沙洛的男人，把勇士的名称看得比生命都重要。是，这些勇士面对他们家人的时候，就还是爸爸，还是父亲。但是我一点不羡慕他们啊！我高兴的是，可以和你一起去死了。你真的不是张凯克呀？哎，疼！田震，不管你变成什么样，你在我这儿都是天真。只要我叫你一天天真，总有一天，你得给我变回来。走，这真的要去死了！气氛都已经烘托到这儿了，没得商量了。那百年酒馆里，你都写什么了？我忘了写的是跟天真一块去打夜王了，要不一起死，要不一块回来。这次的暴风很强烈，所以我们在里边的时候，根本听不到彼此的声音。我在这里画了几个简单的手势，我们需要尽快的学会。来，伸出你们的双手。第一个动作，前进，对，坚定一点。第二个，后退。哪有机会后退啊？这不学了，这抠了。
啊，不许后退，左右分散。就这点人还分散呢？这不用学了啊！原地待命，他妈有时间原地待命吗？集中，哎，集中，危险，危险，打败怪兽！来，合个影啊！我不说引杀戮啊！大伙儿一起说茄子，引杀戮啊！茄子！银南哥哥，阿婆说那些去附近探路的人到现在都没有回来，让你去找一找他们。快走！发生了什么？暴风的情况不太对。我们前去探路的人刚走了一会儿，就遇到了强风。我到的时候，很多人都被卷走了，而我银南拼了命，就只救回来几个人。老婆，查一下暴风的数据。不好，风速变快了，比我们之前预计的加快了很多，可能是地下热源有变化了。我们还有多少时间？最晚明天中午，风眼就会到达最佳引爆点。现在我可以加入敢死队吧？银丹受伤了，我替他去。你知道为什么从一开始我就没有选你吗？我知道，你想让我活着离开这里，去弥补我留下的遗憾。你错了，因为只有你活着，才有机会救更多的人。一旦我们的行动要是失败了，只有你可以把所有的资料带出去，让外面的人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你最清楚这些资料，你是我们最后的计划。让所有的人准备，明天出发。这风，它虽然很可怕，但也是值得我们敬畏的对手。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要紧握我们的武器，迎面与它对抗，像我们的祖先一样，像天上的雄鹰一样。明天，我们的勇士就要踏上征程。他们此行也许永远回不来了，但是他们的精神永远留存，让我们为英雄送行。
来，坐吧。吴邪啊，你有没有要告别的人？有啊，有奶奶、爸妈、二叔、三叔、小花、秀秀、瞎子、老魔，还有那个胖子。看来啊，你是一个幸福的人，也是个让人不省心的人。谢谢你。明天的行动，不管成与不成，你和张起灵都一样，永远是我们银沙罗的朋友。一定会成功的。我一直都想问你，张起灵为什么选择你替他来毁掉藏海化田？可能是因为他没有别的选择了吧？我觉得不是。你们的眼睛里有同样的东西。这次的责任可以不由你们来承担，但是你们选择了承担。其实我也一直都有一个问题：你们影沙洛人守在这里，一生都在等待藏海花的成熟，在成熟之前，等待张家人到来，有意义吗？阿木，我要吃肉。哦，来，坐吧。这意义呀，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一样的。大千世界，究竟什么才是有意义的呢？人们登上高山，就觉得很有意义。可是对鹰来说，穿越山峰，那是最平常不过的事了。你看，那座造起精创的石头，那一定是最先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后来被发现了。这些石头可以盖房子，可以打磨成工具，甚至可以雕塑成人的信仰。很多时候，不是因为有意义才去做一件事，而是做了这件事，才找到了真正的意义。你在想什么？我在想，如果这些年我没有执着地去追寻那些秘密，我的人生会不会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人生无法倒退，所有的际遇皆是必然。希望我还能再见到他。我也希望。
小哥，明天我就要去阻止暴风了。青铜门还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去接你，我尽量吧。一个都不用死了，一个都不用死了，奇迹还在。你喝醉了。当时在青铜工厂的墙上，发现了小哥留下的这个符号，我就一直在想，它到底是什么意思。直到刚才，我终于看懂了，它不是一个符号，这是小哥根据青铜工厂的结构绘制的一张简化图。这张图其实很简单，在青铜工厂的底下，存在着巨大的能量。我和胖子也见过它地下的热源。汉斯炸开了藏海花田，这些热源泄出，和冰面上的冷空气产生了强烈的气流交锋，最终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风暴。我猜，张家人在之前就预见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他们就留了一个备手。他们在藏海花田的底下修了一个大型的通风管道，这个通风管道一直通到花田外的山谷当中。它一共有2个口 ，A 口是进风口，启动机关，冷风被从这里抽进来，在地下和热空气中和，最后再从这个 B 口排出去。这个机关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冷却系统，它让整个的热源中和，然后被排出去，热源被阻断了，热气就不会泄出，就不会和冷空气产生对流，这样的话，暴风就形不成。你到底什么意思啊？这你不用明白，不是你就直接告诉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找到这个机关，开启这个机关，把热源排出去，风暴自然就会消散掉。你能肯定，只要能启动机关，就一定能解决暴风吗？这个机关至少也有上百年了，我不能肯定，但这是现在唯一一个既能解决风暴，又能让所有人都活下来的办法。如果不是看见你眼睛里的神采，你现在说这些，我认为你是胆怯了，要逃跑。但是，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我们2套计划同时进行，如果这个机关能够成功的话，固然最好；如果它要是失败了，我们就要按原计划进行。老冯，你是科学家，开机关的事情交给你去办。不行，我这是生物学家，这件事还是需要你自己去做。敢死队的队形已经定了，我必须要在。既然组长已经留下了开机关的提示，这里的人选当中，你认为还有谁比你更了解组长的做事方式？敢死队的这件事，我可以替你去，而且如果你成功的，我们这个备选方案都不需要的。可是只有我知道如何带领大家在风暴中前行。这事儿我可以去办，但打开机关这事儿必须得你办。胖子，千真，你不用多说了，我知道你什么意思啊。但我觉得海星小姐姐说的对啊，开机关这件事，在这儿没有第2个人比你更合适。我们敢死队白练了，随机应变我们行。再说了啊，我在，就等于你在。还有老冯呢，是吧？别把科学家不当回事儿，人家刚才一口气儿吃了4个饼呢，是吧？说了，你们这个饼到底是怎么做的？都没吃饱了。吴邪，没有时间了，这里只有你能做，其他的就交给我们吧。好，按照原定计划，我们10点钟出发。
我去开机关，如果没有成功的话，我就马上赶回来。你和胖子先替我顶着。这件事情只能我一个人去做，其他所有的人做尽暴风的准备。如果时间到了，不管我有没有回来，都准时出发。好，别那么紧张，2个小时呢，开个机关富裕。别忘了你是建筑系的高材生，不是给你压力啊。我们所有人的命都靠你了，加油啊！小哥可等着咱俩呢。早晨你好。扎西莫。等一下，等一下，我跟你一起去。你干什么来了？我跟你一起去，我已经留了字条，就算是咱们不能安全的回去，也会有其他人把暴风的消息带出去的。可是你身上还有伤。不用担心我，虽然我进不了阻止暴风的队伍，但是走路没问题的。走吧，来不及了。你不是不相信我吗？不相信，但是如果能拯救我的部族，我愿意试一试。我希望你能成功。这条路可以快速到达金头门。走，就是之前营救你们时走的路。那边，好。这里啊，就在这里。就是这个，小哥留下的标志。小哥这幅图和里边的结构位置关系几乎都一样。那如果这样说的话，下面这一层就应该是那个通风井。我们现在应该在上面这一层。这个圆圈就应该是我们现在这个空间。那旁边这个就应该是操控室的位置。所以说，这里确实是一个按引导热源的装置。是。太好了，操作室就应该在那个方向。啊，走，太好了。不对呀，怎么了？怎么没有啊？那怎么办？可能是小哥的地图和实际的尺寸有差异，但是不管怎么样，在这堵墙的后面就应该有一个大的空间。找找。银丹，哎，怎么了？找到了。应该就是这里了。太好了。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该出发了。着什么急啊？到时间了吗？就出发。去查看一下。是。这个时候，天津肯定到了青铜农场了，没准问题马上就能解决。吴邪，这就是你要找的机关吗？应该就是这里了。启动这个就能消灭风暴，那我倒要试一试。哎，别，你等我再观察一下。哎，吴邪，你过来看。这个墙上画的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墙上面画的，应该就是这个装置的施工图，描述了这个装置的结构，还有它的启动方法。我们猜的没错，这就是一个巨大的风扇系统。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就应该是总开关，它通过齿轮组连起了启动装置，还有传动装置。启动这个开关，就可以启动整个的装置，把冷空气从外面抽进轨道里，中和地下的热源，从而让风暴消失。叶丹，你看那两边就是传动轴，在这个房间里边，还应该有一个点火装置，在那里。发条，让它们可以连接在一起。只要点火装置能让一组齿轮启动起来，我就能够找到办法。没错，林丹，哎，你去按开关，我来操控发条。来，好，准备好了吗？好了。怎么回事？我已经按下去了，是不是风暴已经被我们消灭了？是装置根本没有启动。我按过了。是不是点火装置失灵了？怎么样？好吧。果然是这里出了问题，没时间了。里面怎么样？时间太久了，这个装置出了故障，燃料进不来，而且点火装置也失灵了。风暴没有消失。通知大家，准备出发。既然里面的装置坏了，我们就自己找动力。这里的动力是靠燃烧产生的，爆炸依然能够产生动力。只要这个动力足以推动活塞，让整个的齿轮运转起来，我就有办法让两个系统连接到一起，驱动整个的系统。但这个空间必须要是密闭的，这样爆炸的力量才能全部作用在活塞之上。来，帮我一下。好，来。先看看这扇门是否能合上。能合上的话，一会儿再开个缝把火扔进去。
哎